日本跟中国大陆关系一直不好，就在高市早苗上任之后，现在有一个人，他曾经在中国大陆驻点过就是前驻中国大陆的大使，他叫宫本雄二，他直接讲，他说中国现在啦越来越强，已经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为了日本的和平啊。高市早苗首相，你应该赶紧的恢复对中国大陆的对话，不容迟疑。所以现在，高市早苗首相他的一个做法、政策跟方向，国内有一些人已经看不下去了，提出各种的谏言或者是警告。那另外我们看到呢，最近不是日本跟菲律宾在划这个海域吗？中国算旧账他是从这个学术界开始发难的他们现在在做一个什么事情？说巴丹群岛、琉球群岛这一些东西啊，都别想跑，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所以他们是同一个这个方向，同一个声量，是直接讲某一些国家试图绕开中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海域擅自划界跟分赃当台湾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吭的时候啊。中国大陆他们透过各种的管道，包括学术界的管道，跟国家的外交的一个发言的体系做了一些严正的抗议。那另外呢，最近是南海仲裁案10年的一个纪念日，我们看到各国，包括菲律宾、日本、美国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声明。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也不是省油的灯，它直接问日本说。冲之岛礁你要不要？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仲裁案基本上我们台湾的太平岛我们的太平岛它也不承认它是一个岛呀它只是一个礁啊。那对我们当然有利益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侵害。那你日本冲之岛礁呢？你要吗？它更小我们来看它多小，10平方公尺那是岛还是礁呢？我们台湾太平岛。还比较大很多太平岛有50万平方公尺，你说它是礁所以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的争议。那另外中日的关系，当然我们看到包括民间、官方、外交各个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对日本说你可能有军国主义复辟这样的嫌疑，日本民间怎么看呢？包括我们看到昨天有很多日本的团体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说，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而且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只能在和平的目的，像是发电所以他们其实国内很多人也蛮忧心这件事情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商业界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根据日本日经亚洲的报道我们看到已经很多很多的日本中小型企业撤出中国了，不在这里设厂，不在这里投资了大概比起2012年的巅峰时期已经少了10%是往下掉的。你看到，那这个是日元的这个走势日元逼近40年的低点，年金基金已经动向还有油价左右了汇率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请专家请这个邱毅委员来跟我们分析。还有现在日本在卖美债，卖的这个数量蛮大的5月份它减持美国国债667亿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记录也是3年08个月以来的日本的最大的记录。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人民币往上涨它的曲线是这样。可是我们看到西方这些国家，包括德国，他们点名他说人民币被低估，意思要它升值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俄乌战争，以及我们看到伊朗战争后续的一个发展，包括现在美国说买俄油，如果你去买俄罗斯的油，要被课100%的关税，包括中国大陆、印度你这些国家，我知道你在买所以你要被我课关税。来，请教委员。高市早苗最近还是非常的积极，为了拉拢菲律宾。他把原来的3海联动，3海联动的意思就是东海、台海、南海，他现在加入了菲律宾的菲律宾海，变成4海联动。可是4海联动跟3海联动没什么差别，根本没有用，而且会牵扯到等一下要讲的前子刚刚提到的暨南大学的那一段。好，那么最近呢，每到了周末，你就会看到几万个人挤在东京的永田町。去抗议高市早苗，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嘛。刚才我讲
赖清德的国家战略方向错了，高市早苗一样嘛，你去跟大陆搞硬碰硬，来去跟大陆搞对抗，弄了半天，你日本的资源又贫乏，大陆1月26号搞了一次出口管制，管制稀土对日本的出口，6月29号又在第二波，而且直接打到的就是日本在大正天皇到昭和天皇的时候，最关键的日本的核心企业三菱集团。三菱集团里面，三菱汽车、三菱电机，还有三菱重工都中标了。而且日本的稀土的战略存量只有多少？6到8个月。刚才我不是讲吗？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中国大陆管制稀土出口，现在6到8个月快到了。所以最近三菱电机很可怜啦，三菱电机跑去干嘛？去回收那些老旧的空调，然后把空调拆开，找里面的稀土永磁体，然后来补它现在稀土短缺的问题。但是这个叫杯水车薪，没有用。那富士电机也是一个在日本大正天皇跟昭和天皇的时候的老旧的核心企业，更可怜。他2个高管到中国大陆去偷、去走私这个稀土的永磁体，结果在大连的海关当场被逮，现在可能要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连日本的官方长官木原忍都不敢替他们这个富士电机的高管来辩护啊，觉得这好丢脸啊！日本的堂堂大国竟然跑去搞走私的活动，而且被抓个正着，现行犯，这不是丢脸吗？好，刚才前子也提到，这个日本的大佬们现在都在抗议。刚才讲的宫本雄二不是只做过日本驻中国的大使，他经历过5个日本首相的内阁啊，所以他是日本在政治界的叫做老先角啊。他看得很准啊，他觉得高市就是战略错误，会把日本带入死路的。除了这个之外，桥本龙太郎的儿子叫桥本岳，就是前一段时间到大陆参加北京的面博会的那一位带团者。桥本岳就讲啊，说高市这么搞，真的会把日本搞垮掉。好，那就谈到前子刚才最关心的问题了。今天的日币的汇率162.22，破了162，已经到了最低点了。所以日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救日币，不能再贬了。因为日币再贬的话，你根本就资金就不断的外流。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卖美债保日币。可是你卖美债，美国被你日本抛售了美债以后，它的殖利率就提高啊。殖利率提高对美国的经济叫雪上加霜啊。你这又得罪了川普啊。所以真的是焦头烂额。最后一句话，最严重的是他又得罪了日本德仁天皇跟雅子皇妃。德仁天皇本来要利用昭和百年祭要出来为战争的罪行道歉，结果竟然被高市封口，不能讲。更严重的是，高市还趁着众议院要休会之前，紧急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皇室宝典。这个皇室宝典其实就是日本皇家继承权的法案。因为啊，德仁天皇跟雅子王妃最喜欢他们的独生女叫爱子。对，爱子25岁，本来是可能成为明治天皇以来第一个日本的女天皇。结果你知道，她的天皇之路就被高市给断送了。是，所以呢，日本的人民开始愤怒了。日本说，你高市成为第一个女首相，竟然阻止比你漂亮、比你年轻、比你知书达理的这个爱子担任日本明治以来第一个女天皇。你不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吗？这个新闻其实国内讨论比较少，可是真的很重要、很严重、很重要。来，彬哥，这个我觉得
联合报这个新闻很趣味，说日本本来要求中国大陆试射飞弹不要越过它，不仅是它领土上空，甚至连经济海域都不要越过。就大陆没有理它，那没有理它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我真的会过去啊。那所以大家去比照一下，我们的吴钊燮说什么？说中国大陆的导弹射到菲律宾上空，越过菲律宾上空之后，然后才落到这个斐济那边去。请问一下哈，这个导弹是在逛大街是吧？它一下飞到日本，一下再飞到菲律宾，然后再绕到斐济。有人飞弹这样导弹这样飞的，我是没看过这么奇怪的飞弹导弹。我是觉得，这个吴钊燮到底情报准不准啊？不要每天胡说八道好不好？这叫做巨浪2号。对啊，你还坚持，全世界都说巨浪3，就你说巨浪2。对，他说巨浪2。我真的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到底干嘛？这是我们的国安会秘书长，这人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然后现在美方利用这个南海这个仲裁10周年，是其实故意找这些国家干嘛？就是来恶心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也去搞了一个巴丹群岛的这个东西。其实老实讲啦，双方都没什么道理。我讲实在话，你说南海仲裁，中国大陆根本没参加仲裁，你在仲裁什么鬼？那可是巴丹群岛，你硬要说那个这个巴丹群岛属于中国大陆，老实讲，我觉得理由不充分。因为美国跟西班牙后来在1900年签的华盛顿条约是有确定巴丹群岛的归属了，所以我觉得这双方的讲法都是故意恶心来恶心去。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这一次去跟中国大陆呛虾的这10几个国家里头，只有一个是当事国，就是菲律宾。那奇怪，再来讲，如果真的大家来讨论南海的事务的话，应该是南海域内的国家来讨论啊。那怎么会只有一个菲律宾，其他国家都不吭声呢？那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这很明显嘛，也不是菲律宾很强烈的要求这些国家跟他干。然后讲，如果是菲律宾单纯要求，没有人会理他。这显然是美国要求其他国家过来，你们要帮我挺菲律宾，就是这样。那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为了要去跟中国大陆为难。所以这就是中美的另外一种代理人战争嘛，就用这种方式互相在别苗头。那说真的啦，到最后大家用嘴炮讲不通了，就是凭实力。那实力上，现在美国看起来在南海要压过中国大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就继续大家去扯皮吧。那至于说日元这个不用讲，现在高市其实是一个头2个大，他到底要怎么把它救回来，他实在不知道。你看已经卖了600多亿美元了的美债也没有用，还是颓势不止。那他到底要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就要考验高市他有没有能耐去做这件事。那我觉得莫慈还是很天真啊，说现在这个人民币被低估了，人民币被低估，你知道讲了多少年？讲了20年以上了吧？然后呢，你有什么办法？那请问一下，现在你叫欧盟重视，你忘记美国去年才试过想要用关税压服中国，压不过。那现在请问一下欧盟，你要用什么东西去压住中国，叫它升值？如果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武器，你讲这不是跟嘴炮有什么两样？好，来将军。我觉得日本从高市早苗发表那个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番言论之后，那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可以说是一连串的打击，方方面面不管是就这个经济层面上面来讲的话，譬如说是这个减少到日本去旅游的人数在经贸方面来讲的话，也对日本20家的企业实施军民两用的这种稀土的管制出口。那在军事方面更是这个跟俄罗斯联合的几次的军演，还有它大批的这种军舰穿过日本的几个重要的海峡，包括大隅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横当海峡从这边分别的这个采取这个多点穿插的方式从这边穿越过去，这是军事方面。那这次来讲的话，包括导弹射击也是从你日本的上空飞过去，而且只是提早个30分钟告诉你，这军事这个针对日本的这个回应日本这个高市早苗这一番言论，而且回应他要走向军国主义的态度非常明显的。但现在又加了一招包括在领土这个法律上面层面来讲，中国也开始出手了啊。首先出手的就是巴丹岛，因为如果说按照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菲律宾最初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嘛那西班牙因为跟美国打仗打输了以后，他就将菲律宾割让菲律宾这个殖民权交给日本交给美国。交给美国的时候，那是划定的区域里面，在巴黎合约上面划定的范围里面就是北纬是从20度以南才属于菲律宾交给美国，
但是巴丹岛是在20度以北，对，所以说它就不属于你当初这个美西的这种巴黎协约里面就不包括巴丹岛，这是第二个，巴丹岛自己本身来讲的话，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它事实上跟我们兰语达悟族的这个语言都蛮接近，文化也很接近。譬如说它的这种拼满洲啊，或者是飞鱼记啊等等都很接近。如果说按照这个历史的因素来看的话，那它也应该属于我们台湾啦。那另外来讲，菲律宾经常会讲说，哎。这个黄岩岛应该是我们菲律宾的，为什么是我们菲律宾的？因为它距离我们菲律宾比较近。那如果说按照菲律宾这种理论来讲的话，哎，这个巴丹岛距离我们兰屿还比较近呢，对不对？只有90几海里，96海里，对不对？在这么近的状况，应该属于我们台湾的。我觉得我们台湾要硬起来哈，不能凡事都让人家外国在那边吵，让这个菲律宾在那边争，然后让中国替我们出面讲话。比如说这次南海仲裁协议里面。我们之前也不同意啊，因为你不能把我们太平岛不但是范围有50万平方公尺这么大，而且还有淡水，还有蔬菜，你怎么说是一个岛礁呢？那反而日本来讲的话，这个它只有10平方公尺这么大的一个礁石，你说是岛，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这次看得出来哈，有关于南海协议这件10周年。我们台湾态度是非常软弱，是不是碰到美国也趴了，甚至于现在连看到菲律宾都趴了？是没有错。另外，我们来看美伊又开始互轰了。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来自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军哦，他发动了另一波针对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弹道导弹跟无人机的攻击，包括美国的第5舰队总部，还有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都被击中了。所以你看到科威特的工业区也大火了哦，那可能就跟伊朗无人机的攻击有相当的关系。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有至少4枚的伊朗的导弹飞弹，昨天击中了约旦的法塞尔国王空军基地。透过画面你也可以看到，在暗夜中，伊朗的导弹直接就命中了约旦的费塞尔国王空军基地哦。这个基地呢有关键的美国资产，包括我们看到 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无人机，还有 C-13洞的运输机哦。所以这个美伊看起来是没有宁日，还在打。那美军他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宣称说会对伊朗进行持续7个小时的打击，你打我，我也打你哦。所以包括俄罗斯还有中国大陆这些周围的大国是怎么看呢？有一个迹象哦。外界觉得非常关切，就是俄罗斯的末日飞机哦，大家知道就是可能你可以在作为一个空中的指挥所这样子的一个飞机，在美军发动空袭前夕，它突然从德黑兰飞往中国哦，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个动作蛮奇特的哦。透过我们看到的这个航机图，它本来在伊朗哦德黑兰。然后它就飞到中国去了，而另外呢，美军也在封锁伊朗的港口。川普亲口预告，下一波他要炸电厂哦，不排除地面战。可是川普讲这个话，已经没有人要相信他了。地面战，你早就2个月前、3个月前你就要开打了呀。可是川普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川普的一个 chicken out 已经被大家都看破了。过一天他又改口了，他说我要以贸易跟投资协议取代荷姆兹海峡的通行费，因为这一次两边撕破脸就是为了荷姆兹的通行费嘛，所以他现在一下子强硬，一下子软弱，一下子强硬，一下子软弱，所以到底是会怎么样呢？ CNN 就讲了他就骂他们自己的总统，他说你被伊朗反将一军。德黑兰已经掌控地缘战略，美国现在陷入难解的僵局，可是其他国家已经不想要等到美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自己搞，包括杜拜，他说我现在开始建一个新港口，就可以绕过霍姆兹海峡，1年半之内就可以落成因为他们已经等不及这个所谓有一个结果了。如果可以绕过去的话，那他就会绕过伊朗封锁的荷姆兹海峡它就标志着杜拜港口航运布局的重大转变。如果成功的话，前提是要成功。而另外，川普现在在拉拢伊朗。伊朗的总理柴迪访问白宫，你看到2个人相见欢，川普讲了一番好话，我们来听听看。He's been a great fighter, and he's been a great fan of America. They have tremendous oil reserves. They have tremendous potential wealth, and they have tremendous wealth. And we have
partnerships. Chris was just saying we have tremendous oil partnerships all of a sudden being formed. And he's a young man. He's young and he's handsome, which I don't like. I'm not happy about it. 川普要拉拢伊拉克，削弱伊朗掌控石油的能力，所以他们要在伊朗、叙利亚盖一个输油管，然后呢把石油运出来，绕过这个伊朗，也削弱伊朗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力。而在几个小时之前，我们看到这位总理柴迪他宣布了伊拉克达成跟美国大规模的石油协议，并且美军在9月底前会撤离伊拉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布，因为我们知道伊拉克境内有好几座美军基地吧，我记得是好几个美军基地。来，请教将军。昨天上午的时候，这个川普说要对核武海峡收通行费20%。昨天下午我在我们本节目我就讲说，川普做不到，对不对？美军没有这个能力去收20%。果然没错，就没想到昨天晚上川普就他口了，他马上说不收费用。我心想说，川普，对不对？你这美国的总统，你被我一个台湾的退将都看破手脚，那伊朗不是早就把你看破了吗？你现在凭什么再去放这些话啊？后续扬言要打地面战，要这个增加投资干嘛？我觉得连我都看透你，看破你手脚，那你怎么做的？我昨天会认为说是美军在这方面作战可以对伊朗的作战已经没有力了。当然，这个前子你刚刚讲说它不是省油的灯，我现在认为它快没有油了，这个可能比省油还，它如果再不省着点用，它可能快没有油。为什么我这样讲快没有得油？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对他现在的反击打的是什么地方呢？打的是80是第5舰队的位置。你美国，你海军想要去当海盗，但是你知不知道你的海盗的窝你的海盗指挥中心已经被这个伊朗一锅端掉了。那你制空作战来讲的话，你最大的几个空军基地，第一个科威特的空军基地这次也被攻击了，你甚至于空军的后方基地约旦这边，这2天我们的报道不就是在打约旦吗？你海军这个基地被打掉，然后你空军这个也没有任何战力，那这个时候我们讲说，你靠你的航空母舰这个在海上，你要知道林肯号现在官兵已经210天没有靠岸休假了。其实你不要把阿兵哥当作是战争的机器，阿兵哥是人呢，人的本性是什么？好逸恶劳，贪生怕死。我跟你讲，美军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让他不能休假，200多天不能回家，不能休假，我跟你讲，他就给你造反。福特号不就是已经造反了吗？活生生的例子，这个故意把这个衣服什么塞到马桶里面，让马桶不通，故意让洗衣房放火烧掉，然后完了以后消极抵抗，就是大家不去救火。一个洗衣房的失火，航空母舰居然可以烧了3天那么久，烧到现在福特号都要回到他自己母港去做大修，那你林肯号会不会重蹈福特号的负责？另外来讲的话，你这个军舰上面所有弹药，你靠你的航空母舰，你这个运输机是没办法运输的，你必须回到港口以后，你才能够继续装填。因为像战斧型巡弋导弹，你必须要靠港才能装填。所以我认为美国真的是油快烧光了，不管是官兵的士气不管是你的弹药，不管是你现在的这种战机一寸一寸在消耗掉，那你川普现在还在讲大话。我特别，你如果说这个川普这时候你还要去说，这个要对伊朗发动什么地面作战啊，或者大举攻击啊，要狠狠打他几个目标，我觉得连我台湾都看出来看破你手脚。那你想想看，伊朗跟你打仗打了1个多月，他对你川普军事实力，难道他还不了解吗？不过将军不是普通人，他是战争学院的教官。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邱毅委员怎么看川普接下来的动作？川普在打伊朗之前大家对他写的那一本《交易的艺术》还很有兴趣。我上课的时候还把它作为谈判学的教科书。可是呢，到了现在，这本《交易的艺术》基本已经没有用了，它被定调叫做全变式、随机式的谈判。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目标，没有策略，也没有退场机制，哪有这种谈判模式？一开始搞极限施压，搞强势谈判，结果呢，
想利用战争，想利用武力来促谈，那结果发现不对，就他口，一他口呢就退了很多，向他威胁说啊，下个礼拜，要去打伊朗的铁路，要打伊朗的电厂，要打伊朗的桥梁，还要搞地面战。有一点脑袋的人都知道，伊朗今天可以消耗战打到这个阶段，就是因为伊朗有它地理上的优势嘛。还有伊朗基本上它的战略是对的，用导弹跟无人机先把你的雷达系统打瞎了，把眼睛打瞎了，然后再把你的手脚、机场、基地还有你的发射车都给炸了，让你没眼睛瞎了，手脚残废了。所以伊朗能够耗到今天，有它一定的道理啊。所以你川普基本上说要打地面战，你就泄底了嘛，你就代表说你根本打不下伊朗。所以现在川普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美军基本上不可依赖了，基本上连排名世界17的伊朗你都没辙，所以最后至少保住美元霸权。所以他现在要掌握石油的供给量。因为他认为掌握石油供给量，他就能掌握石油美元，他就能够避免走向石油的人民币。所以他现在最讨厌就是搞本币交易的。像俄罗斯普京说，以后要用这个俄罗斯的货币跟人民币来做本币交易，这个对川普来说，听了以后是非常紧张的，所以他保住石油美元，他才能保住美元霸权啊。如果石油美元保不住的话，美元霸权没有了，美军的霸权没有，美元霸权没有，美国科技现在又被大陆迎头赶上，再加上这次搞侵略，刚才讲的收汇20%，这不是海盗吗？所以美国的价值也没有了，那整体的美国的霸权地位就崩盘了。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彬哥。老实讲，现在看起来伊朗跟美国还在互轰，可是我觉得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也就是川普根本就被伊朗吃得死死啊！因为你看，川普昨天突然之间神经抽到说要收20%保护费，结果你看伊朗那个反应居然是这个讲得非常合理，然后你看，但是我们收费会比他合理很多，他收2000万，我只要200万就好，所以伊朗就已经。你看，现在伊朗也不会跟你什么对呛啊，干嘛？我就是顺着你的毛摸，我就跟你玩啊。你要怎么玩我就怎么玩。那你要射我2发飞弹，我就射你2发飞弹。所以这个不是个局啦。川普现在大概把所有他能够恫吓伊朗的东西全部都用尽，那看起来就是无效。因为对伊朗来讲，你除非真的有本事派地面部队进去解决它，不然的话看起来你是拿他没辙。那在这种态势下，终归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这是免不了。只是川普一直想要让自己能够用优势的方式回到谈判桌，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可能性不高。所以现在中东这些国家，我看一个一个也大概都看清这些局势，所以大家都各自在玩各自的布局。所以这些国家一个一个开始另外找出口啊，避免受制于人啊，或是有的去找中国大陆去啊，那有的用各种的想法啊。虽然表面上他们跟美国之间关系还是维持的不差，可是我觉得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如从前，他的这个整个控制力也不行了。而且更糟的就是，美国这一仗本来是为了挺以色列出来，现在看起来到最后，他跟以色列关系搞不好也搞得不是太好，因为毕竟他没有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夏涵彬。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到赖总统他前2天跑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联合防御操演的一个喊话。他说，这件事情呢，对于国家的安全国会在钱上面的通过预算的通过，必须赶快支持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国防预算。其实过去这几个月赖总统他这样子的说法已经很多次了。
尤其是无人载具哦，也就是无人机啊、无人艇。顾立雄哦，他又再次的说，这个另外要编预算哦，所以说来说去都是要钱，而且大家要注意了，非红供应链。哦，非红供应链，然后跟美系的业者深化合作哦，来做无人机产业的出口快速成长。我们把它连在一起，我们看到对岸哦，对岸的国台办发言人有说，他说什么叫做非红供应链？这个就是换洋主子、外国人肆无忌惮的掠夺。所以我们看到呢，各方的势力哦，有这个借国防之名或者是国家安全的名义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哦，在台面下，包括我们作为媒体都是要监督的。而对岸的解放军，当然他的实力是一天比一天还要强。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是两大国 G2 哦，所以他们的实力到底如何呢？澳洲的智库是这样讲，他说中国的造船能力非常的强，是美国的200倍以上。那这一局包括第一岛链最近一直不断的被提出来，环太军演刚刚才落幕，我们看到也有西方的分析师，他是政治分析师，他就说美国的规划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倾向假设这个冲突点升级的地点规模和方向没有办法预测，因为以前有人预测2026、2027、2028，可是现在越难以预测，所以这重点会移转到沿着第一岛链进行拒止的威慑。所以你看到第一岛链现在还在强力的布置当中，然后呢，盟友承受更大的区域安全的责任，包括韩国、包括日本、包括台湾，你们每一个责任都要加重哦。像是第一岛链的跳岛站哦，过去其实提过非常多次，现在说要更升级，砸了22亿美元建35艘新的登陆舰哦，所以你看到包括这个登陆舰从阿拉斯加、夏威夷群岛、东加、纽西兰，这是第3岛链嘛？那第2岛链、第1岛链跳岛作战是美国陆战队推动的重要的核心装备。那你也可以看到，包括核潜艇现在推进到关岛这里了吗？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更贴近台海，前沿水下战力再升级他们提出来的是所谓洛杉矶级的攻击核潜艇图森号部署在关岛这个地方。可是我刚刚讲到了钱跟权，国家安全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可是有没有人在中间跟金钱跟利益有关联呢？美国的媒体监督力道非常的大，他们就说川普家族投资国防科技公司，他跟政府的合约金额超过60亿美元，所以你完全都不避讳吗？这个利益冲突你都不避吗？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川普有2个儿子嘛，那他第2任开始之后，这2个儿子，因为另外一个还很小这2个儿子包括小唐纳德跟艾瑞克，他们投资很多国防科技这些相关的公司，然后呢就跟政府来做相关的采购所以到底是在赚钱，还是真的在顾我们的国安呢？来请教邱毅委员。赖清德什么时候才能够醒悟啊？我认为他把台湾的战略的方向完全搞错了。你如果跟大陆去比军备竞赛，跟大陆去搞对抗，你即使把台湾榨干了，你也没有办法缩小两岸之间的军力差距啊，而且这个差距反而会越来越大。再加上你现在跟美国买武器，买了这些武器回来，结果边线比低，兵源不足，没有人来运作，基本上武器的效能也发挥不出来啊。像刚才前子提到的，前几天在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赖清德对这个操演也是寄望很高啊。结果呢 ，M1A2D 第一次亮相，他的车队里面就出现了中型战术轮车3车相撞，让他觉得很尴尬，因为明明是一个全世界战斗力最强、史上战斗力最强的主战坦克，结果他的车队里面就出现了意外。好，那你回溯一下，在爱国者导弹在试射的时候升空4秒钟自爆，
跟美国买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炮，在试射的时候，就6月的时候在试射，要不就在这个发射箱里面自己就爆了，还有发射出去，结果马上垂直坠落，坠落在离发射车400米的地方。另外，台湾自行研制的雷霆2000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呀。最丢脸的是标枪飞弹。标枪飞弹竟然全部脱靶，无一命中。这就是目前跟美国花大钱买了武器，但是你买了武器，没有人操演，没有人来运作，你武器的效能发挥不出来嘛。好，除了这个之外，谈到了无人机，还要有特别条例。无人机要发展，没有错。如果就具体的数据来看，台湾这2年无人机的销路确实非常好，缔造了产业的荣景。可是大陆的朱慧莲这一点没有讲错哦，你依照经济规律、市场规律，你应该采国际分工啊。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核心技术在大陆，它的零配件的补充在大陆，你要发展非宏供应链，你的无人机产业就发展不起来。那你跟美国买无人机，你知道无人机的技术的生命周期很短，它的技术进步非常的快，而美国给台湾的无人机常常都拖延，所以一旦美国把货给你的时候，这个无人机可能已经落后了，已经没有作用了。好，再者，自由时报绿媒搞了一个大新闻，说美国在关岛加强部署，还有洛杉矶级这个图森号的核潜艇，也到了，而且它也在开发关岛北部的天宁岛。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这个图森号到关岛，它是取代原来在关岛部署的杰佛逊号2害2级的核潜艇，因为2害2级的核潜艇。这个杰佛逊号要回到珍珠港，它的母港去修整嘛，所以走了一个核潜艇，来了一个核潜艇，你何必隐瞒了真相，只报道50%呢？你基本上你跟大陆搞对抗，对台湾就没有好处嘛。川普啊，卸任之后一定会出问题，不过他对3个儿子的分工倒是做得很好。大儿子小唐纳德，我遇过他一次，在韩国。这小唐纳德就很会做生意呀，可是他是做自己的生意。那第2个儿子就是川普带到北京的那一个艾瑞克，跟他的老婆，现在是最得宠的。他是做家族生意的，在家族生意里面，因为他是练财务管理，跟我是同行的。所以帮家族赚了很多钱。大家说川普有没有在搞内线交易？将来卸任以后被追责的，一定就是老2艾瑞克。至于老3巴伦，巴伦现在很帅，200多公分，长得眉清目秀的，有一点像川普年轻的时候，那么客串在小鬼当家，从酒店的大堂走过去的那副潇洒的模样。可是呢，这个巴伦啊，目前年纪很小，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往政界来发展。所以呢，川普对他3个儿子分工得很好。至于本来他重视的女儿的女婿库斯纳，可能因为跟川普之间有一些摩擦，现在基本已经失势了。哦，分析得很好，来，谢谢，来请教这个将军。美国在第一岛链很明显的他做这个花22亿美元做这35艘军舰，目的就是为了所谓他的这个滨海战斗团所做的。那目标什么是以岛来制海将这个滨海战斗团分成一个战斗队一个战斗队，然后分别在第一岛链的几个无人岛。占领这个岛以后，把这个对空的导弹或对舰的导弹这个送上去以后，在这边封锁第一岛链。但是我看到这艘军舰我就笑了，为什么？因为美军造舰真的是新军舰，但是老观念我给各位看一下为什么说老观念。
第一个哈，那你说，你看，这是他要建跟我们这个 CT 图上面的军舰是同一个模式，但这是比较透明的。各位看到哈，如果说美军的登陆，将这些滨海战斗团用这种军舰登陆舰送上去的话，我觉得会被当靶子，这个活活的打哈。第一个，这种舰你看它前头是打开的开口笑，跟我们台湾的老式军舰 LST 哈，还有菲律宾那一艘马德雷3号，跟在诺曼底登陆的登陆观念是一样的。那前面这根横杆是什么？它会把这个出来以后，把这个钢洗往沙滩上面掉。那这种船登陆，你一定要挑所谓的红色海滩，也就是沙滩跟海水比，坡度大概要30度，你要挑这种地方，你才可以上得去。不然的话，如果说是这个坡度比不对的话，你战车开不出去嘛，你里面的这些车辆也开不出去。如果太陡的话，你搭不上去。那第二个来讲，这种船登陆作战的时候，哈，这快要在高潮前2个钟头开始抢滩的时候要抛尾锚啊，把后面那个锚抛下去，然后抢滩2个钟头，之后是高潮上去以后，这时候登陆舰开始上了沙滩，里面的这些车辆或战车开始上了沙滩，上了沙滩以后，这个作业时间大概就是2个钟头。那2个钟头之后高潮，那个海水上来以后，船就浮起来，浮起来以后它拉尾锚，船就推出去。那试问一下，你如果说以这种观念来讲的话，你要2个钟头。解放军会不会让你在沙滩上面坐滩2个钟头？这2个钟头以现在战争来讲的话，那刚好是不管是这个解放军的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对空对舰的导弹正是它饱和攻击的时候，那你存活率还有多少？我觉得这种军舰如果说是这种观念的话，那极可能到时候真的要遂行滨海作战，极可能会被当靶子打。那再来我讲为什么美军会这个核动力的潜舰会推到这个关岛地区，很明显的，其实美国之前他们海军学院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在第1岛链跟第2岛链水面战舰已经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如果一开战的话，极可能很快被击沉。这句话是谁讲的呢？各位去看一下，这个赫格塞斯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这种言论哈。美国现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他也讲过这种，所以他们不想在水面上面跟解放军来对战。他能够这个克制解放军的，现在唯有靠水下的潜舰，然后希望能够利用水下的潜舰来封锁解放军这个舰队来讲出西太平洋。但是关键来了，你这个动作难道解放军看不出来吗？各位注意到昨天的新闻，昨天新闻是什么新闻呢？中国跟俄罗斯正在实施联合潜舰的一个联合演练。以前他做的什么是空中在联合巡航，这飞机、轰炸机在你日本上空飞来飞去、绕来绕去。之后大概在上个礼拜是联合海上的巡演，用的是军舰在那边巡演。现在他给你来一个潜舰，就是他已经看透你美国，你想要用潜舰来封锁。这次中俄两国，俄罗斯用的是基洛级的核潜舰，解放军用的是039，还都是传统动力。那我认为说，你知道反潜作战最好的就是潜舰因为潜舰在水里面，大家这杯水你看到，如果透明的玻璃，你跟筷子插进去，你会发现它是这个眼睛视角会看到筷子是折的。那同样道理，你如果说在水下互相听声音声呐来讲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反潜最好的武器就是潜舰。那你美国你想要用潜舰来封锁中国的岛链里面的军舰，那我觉得中俄两国也看出来你这种心思，你这种战术，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中俄两国的联合潜舰的同框，就代表说他已经看透你这个情形了嘛。是。那回头我特别要指责一下。我们国军这次的联合战备操演，大家这个都说2部卡车撞在一起，你知道这不是守不守交通规则问题，是不符合战术啊。你知道打仗来讲的话，车辆单兵之间距离尖兵3个兵走在一起，各兵的间隔距离要保持20公尺以上，当过兵应该都知道嘛。那车辆来讲的话，那最起码距离要拉上100公尺，避免就是战时的时候，万一一组敌人就可以将你一锅端掉嘛。你看我们的战车开到这么近，近到彼此会撞在一起，你符合战术原则吗？我们不要每次这个战车出来或者车辆出来在外面，你到底是在展示给老百姓看还是真的是在做战备操演？如果你战备操演，这应该是战术行军的模式来演练嘛？难道你就这么不信任这个阿兵哥，非要一个一个接一个？你就不能说是让这阿兵哥有独立作战能力，自己开一部卡车，这个间隔距离100公尺、200公尺，用疏散队形，
按照战术行军的准则来实施吗？另外，我再讲一点，你看这车辆，你有没有看到连伪装网都不挂？到底是长官不要求，还是这些兵偷懒，还是现在我们国军的战术思想已经偷懒到这种程度？是，斌哥，这个很多人看到绿营最近一直在攻蒋万安，说什么一直像读稿机一样啊，一直复制贴上。真正复制贴上的是赖清德吧？我看他已经讲了同样的话，已经从去年讲到今年，烦不烦啊？他几乎每3天讲一次，都一模一样的东西，他讲不腻。不是真正问题的症结在哪？你会不知道吗？那你自己完全不愿意做任何改变，然后就反正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你们全部都要支持我，就对了。那你觉得这样子一直喊话有意义吗？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脑袋在装什么，真的怪怪的，我是觉得很奇怪。那讲实在话啦，我们的无人机确实要发展，可是要发展无人机，先不要碰风，说台湾多厉害多强。无人机在全世界的排名，台湾老实说啦，是不是能够排上第2梯队都有问题。第1梯队显然是中国、美国这种梯队，那第2梯队台湾挤不挤得上去？不知道。我们现在至少在这个军用无人机方面，其实是落后人家非常非常非常多。那民用无人机也差了很多了。所以讲实在话，真的不要自吹自擂，先想想看怎么样去取得这些技术。你准备到底要发展哪些东西？你不可能全面发展，因为你的资金根本不足。那你到底要专精在哪一些地方发展？好好去规划，不要每天那边画大饼给自己人看，实际上你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去讲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意义。那至于说中国大陆的造船实力比美国强很多，这是美国早就知道，全世界也都早就知道的事情。但是这个美国现在正在找日韩积极在帮他协作补救，可是是不是能够协作补救得上，不知道。再要看他们未来谈的怎么样。而且即使是找了日韩，你要追上中国大陆这种造船速度，恐怕也是非常为难。所以重点就是在于，美国恐怕是要去适当的选择，它到底要先建哪一艘船，它要建哪一种类型的东西，这样才符合它的战术战略意义。可是结果他居然选择先造登陆舰，我觉得好奇怪，这是美国最急迫的事情吗？这真的非常诡异。你看他部署的这个所谓图森号，这个叫洛杉矶级，洛杉矶级已经40年以上了。这是其实很老旧的核攻击潜舰，美国为什么不造新一代的核攻击潜舰呢？所以现在为什么40几年以上的核攻击潜舰美国还要用，表示它新的衔接不上，所以这就是美国的大问题嘛。然后这位葛斯卡他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说美国已经无法假设冲突升级的地点、规模跟方向，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呢，我们因为没有办法预测，所以我要退到第2岛链以后，第1岛链就是你们所在的国家各自想办法。你们先挡一阵子之后，我再来决定，我确认了攻击方向之后，我再来做准备。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战略，大家看不懂吗？